為什麼福建人做的餛飩那麼好吃呢？原來做法是有技巧的，今天就把詳細做法分享給大家。這樣做出來的餛飩皮薄餡大，鮮嫩多汁。早上起來上班沒有時間做早餐，煮上一碗，吃了暖心又暖胃。關鍵做法也非常簡單，跟着視頻來看看我是怎麼制作的吧。首先準備一塊豬的前腿肉，因為前腿肉的肉質比較鮮嫩，吃起來的口感會更好。沒有前腿肉的也可以選擇梅花肉。首先把前腿肉分割成小塊，然後再切成薄一點的片，這樣方便下一步的操作。全部切好後，再給它剁成肉餡。不趕時间的朋友最好手工剁餡，這樣剁出來的肉餡比用绞肉機绞出來的口感更好，吃起來也更有嚼勁。最後肉餡也不需要剁得太碎了，剁成像视頻裡面這樣稍微有些顆粒感，這樣吃起來會更香。剁好以後，先裝入一個大點的碗中。接下來準備幾顆清洗乾淨的小蔥，把蔥白的部分切成長段。再準備一塊去皮的生薑，先切成薄片，然後再切成薑絲。蔥薑全部切好後，裝入一個大點的碗中，再把剩下的蔥葉改刀切成蔥花。全部切好後，装入另外一個碗中備用。接下來準備一小把花椒，放入蔥薑絲裡面，再準備一顆八角，直接掰碎，這樣方便出味。然後再倒入適量的溫水，大約35度左右，戴上手套，下手把蔥薑抓一抓，抓出裡面的蔥薑汁。調餛飩餡，這個蔥薑水必不可少，它不僅可以去腥增香，而且還可以使肉餡鮮嫩多汁又好吃。抓勻後浸泡10分鐘。接下來向肉餡裡面加入1勺食鹽，適量的胡椒粉去腥增香，加入1勺13香，2大勺生抽醬油，半勺老抽上色，再加入適量的蚝油。最後分3次倒入蔥薑水，先下手抓拌均勻，讓肉餡充分吸收料汁。抓勻後順着一個方向攪拌，讓肉餡充分的上筋，這樣打出來的肉餡更加有彈性。攪拌至蔥薑水被肉餡完全吸收後，第2次加入蔥薑水，再次抓拌均勻。抓勻後繼續順着一個方向攪打，攪勻後第3次加入蔥薑水，下手繼續攪拌均勻。像這樣少量多次的加入蔥薑水，肉餡才能更好的吸收水分，從而達到鮮嫩多汁的口感。一般在家裡面1斤肉餡添加50克蔥薑水就可以，像飯店裡面至少要添加300克，一直把這個肉餡攪拌至像這種粘稠拉絲狀，這樣攪出的肉餡不鬆散，而且非常的有彈性。接下來再向肉餡裡面打入1顆常溫蛋清，再向裡面加入1勺玉米澱粉，再次下手抓拌均勻。在這裡向肉餡裡面加入蛋清和澱粉，可以使肉餡吃起來更加滑嫩。記住澱粉也不需要加的太多，不然影響口感。1斤肉餡最多添加20克就可以。攪拌均勻後，向裡面放入切好的蔥葉。接下來把鍋燒熱，向裡面倒入適量的花生油，向裡面放入1节蔥花，這樣可以把控好油溫。把蔥花炸至微焦，撈出來，這時候的油溫差不多就100度了。然後把熱油潑在蔥花上面，激發出香味，再用筷子充分的攪拌均勻，這樣調出來的肉餡真的是太香了，而且吃起來的口感又滑又嫩。攪拌均勻过後，我們的餛飩餡就調好了。這個餡用來包包子、包餃子都非常好吃。然後先把它放一邊備用。接下來準備3塊錢的餛飩皮。我買的是現成的，大約有80多張左右。如果你的時間比較充足的話，也可以自己做现成的餛飩皮，口感會更好。
下面開始包餛飩，取一張餛飩皮放在虎口處，然後再取適量的餡料放在餛飩皮中間，用虎口處把封口處捏緊實。包餛飩的方法有很多種，這種包法既簡單又快速，1秒鐘就能包一個。像這樣一個餛飩就包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簡單？一遍看不明白的，我們可以多看幾遍，注意力度不要太大，以免把肚子撐破了。一次性可以多做一些，放入保鮮盒裡面，然後再放入冰箱的冷凍室冷凍保存。吃的时候不需要解冻，直接下鍋煮就可以，真的特別的方便又省事。接下來起鍋，多加入一些清水，扣上蓋子，開大火把水燒開。趁這個時間準備一個小碗，調一個好吃的湯料。碗中放入切好的蔥花和香菜，放入一小塊紫菜，一勺蝦皮，一勺生抽醬油，少許的食鹽，適量的胡椒粉去腥增香，最後加入一勺芝麻香油，然後再倒入半碗開水，用勺子攪拌幾下，把所有的調料攪拌至融化，這樣入味比較均勻。這時候鍋中的水也已經燒開了，打開蓋子，把包好的餛飩放入鍋中，用鏟子輕輕地推動幾下，防止粘連在一起。開大火把水燒開，等到鍋中的水煮至完全沸騰後，向裡面加入2到3次的涼水，這樣煮出來的餛飩緊實不易破，而且也不容易混湯，口感會更好。等到鍋中的水再次燒開後，再加入1勺涼水。朋友們，製作視頻不易，如果今天的這個視頻對你的廚藝有所幫助，請動動你發財的小手，給我點個讚吧。您的每一個留言和點讚都是我創作的動力，非常感謝大家。全程大約煮3分鐘左右，煮至餛飩全部漂浮起來，像這樣差不多就熟了。接着用漏勺把餛飩控水撈出，放入提前調好的湯料裡面，一道非常好吃的鮮肉餛飩就做好了。這樣做出來的餛飩鮮嫩多汁，而且不腥也不柴，一口一個，真的是太好吃了。就連裡面的湯汁喝起來味道都非常的鮮美。尤其是早上沒有時間做早餐的朋友們，可以一次性多包一些放入冰箱冷凍起來，早上起來不到5分鐘就能搞定一家人的早餐，而且營養美味又好喝。好了，喜歡的朋友們你也收藏起來試做一下吧。今天的視頻就分享到這裡，點我頭像可以觀看更多的美食視頻，我們下期再見。